姐姐，我们玩什么呀？两个小娃娃有些懵，乖巧地摇了摇头。那我们来玩手心手背的游戏吧。4个小娃娃都愣愣的不动地儿，他们不会呀。就是这个样子，打手肉。几个娃娃似懂非懂，都伸出了手。乖宝的小肥爪一一摸了过去，他悄咪咪握住莫林的手，心底偷笑，又将另一只手伸向了旁边的莫尘，一左一右，美滋滋地拉着。小小的男娃不明所以，脾气很好的任他拉手手，这个妹妹好像很喜欢自己。就在此时，一身着月牙凤尾裙宫装的女子高昂着头，带着宫女太监，气势匆匆地往这方走来，目光直勾勾地锁定了乖宝，带着几分傲慢。她就是被父皇宠上天的灵犀郡主啊。她作为罗贵妃唯一的女儿，一向是备受父皇宠爱，如今竟然连她早先看上进贡的云锦绸缎都被父皇送到了厉王府。一个屁大点的孩子倒是挺能折腾。见到本公主不知道行礼吗？乖宝扬着小脸儿，有些不高兴。他才刚拉上小哥哥的手呢，故作天真地问道：谁呀？没人教过你规矩啊，那本公主教教你。他倒是要看看，在父皇心里是他这个女儿重要，还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野孩子重要。说罢，示意几个宫女将他抓来。皇后派来照顾的几个宫人见此，想也不想地上前阻拦，乖宝却丝毫不怕，脸上的笑更灿烂了，小拳头攥得紧紧的，不用宫女上前，迈着小短腿儿，自己走到了他面前。娘亲说过，吃什么都不能吃亏，有坏人要欺负你，你就提前将他。乖宝笑嘻嘻地朝着明熙公主伸出了手，明熙眼含不悦，伸手就要将她挥开，哪知乖宝就是在等他出手，小胖手甚是迅速地抓住他，狠狠地一捏。明熙疼得面色扭曲，他痛呼出声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给我将他抓住！你竟然敢伤我！身旁的工人早已吓得愣住，他们见娃娃这般娇小，没有阻拦，哪知竟闯下如此大祸。皇后宫内的侍者反应极快，有个工人悄悄从后侧顺着花丛溜了出去，还是快点请娘娘过来为好。工人不知道的是，就算没有人来，乖宝也不会有事。此刻贾谊早已做好了准备，但凡有人对郡主不利，他会格杀勿论，这是王爷给他下的死命。明熙，好，你很好。本宫身为嫡母，没教导好你，是本宫的不是。来人，将他给我带下去，每日午时在寝宫外跪上1个时辰。既你性情这般不逊，便将大德经抄上1000遍，何时抄完何时出宫。江嬷嬷自今日起，你便随侍他左右，定要日夜叮嘱，以免公主再犯，可明白了？是。明熙身子一抖，忍着手痛惊叫道：父皇不会允许你这般对我，我母妃也不会答应。我平日任你闹腾，那是拿你寻开心，你真当我这后宫之主是摆设不成？罗贵妃占了个贵字，那也是贱。江嬷嬷掌嘴，不敬嫡母，再多加1个时辰，今日便开始。说罢，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过身打量着乖宝，面上扬起关切。小乖乖啊，没吓着吧？不怕，不怕，不怕呢，乖宝可厉害了。厉害厉害，谁也不能伤害我们乖宝。明觉从金銮殿出来，身旁便有人向他汇报了方才的事，他顿时面若寒霜，眼中闪过冷意。我记得罗贵妃母家的几位子侄近来闹出，让人去一趟大理寺，务必彻查。罗贵妃向来看重自己的母家，一心想提拔后辈子侄。既然母后已罚了明熙，那这母亲又怎么能放过她的女儿？谁也不能动。明觉一路来到了皇后寝宫，这时的乖宝正鼓着腮帮子吃得喷香，皇后满脸含笑，举着手在一旁不停地喂着。乖宝这一口还没咽下，另一口已经送到了嘴边，一边喂着，皇后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：瘦了，瘦了。有一种瘦叫皇祖母觉得她瘦，唉，她也太难了。随着明觉坐上车架，乖宝摸了摸肚皮，小小的人儿叹了口气。明觉还当他是受明熙的影响在不高兴，眼神暗了暗。你娘亲来京城了，爹现在带你去找她。乖宝小奶音激动地惊叫着：真的吗？
娘亲来了，乖宝要看娘亲。好，很快就能见到了啊。想娘亲了，想哥哥们了，想家了。连平日最爱的爹爹都被他抛在了脑后。明觉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神色有些复杂，步子走得很是缓慢。一道胖乎乎的小身子从他身旁经过，好巧不巧，脚下一歪，吧唧摔在了他面前。明觉望了望平坦的地面，无奈地将人扶起。这竟是与他家乖宝一般大的娃娃，就是白胖了点儿，格外讨喜。望着胖乎乎的小家伙，他目光瞬间柔和了下来，不自觉带着些笑意。大宝揉了揉屁股，习惯性朝着地面四下看去，小肥脸有些懵。宝贝呢？这次怎么没有宝贝？他往日这般摔倒都会有收获，这次怎么没有？胖嘟嘟的脸颊向上抬起，大眼睛眨巴着望向扶他起来的人。大宝要谢谢他呢。可当看清男人的面容时，小手惊得捂住了嘴，圆溜溜的眼睛瞬间瞪大。他怎么那么像妹妹？明觉见他这副样子，眼底划过笑意，俯身帮他拍了拍衣衫上的尘土。这小胖仔让他想起了女儿，都是一样可爱。俊美的面容带着难得的柔色，轻声道：回家去吧，日后跑慢些。大宝，你怎么可以不等姥姥自己跑回来呀？不乖。二宝眉毛皱着，板着小脸儿，满是不赞同地望着大宝。见他一动不动盯着别人在看，顺着目光看了过去，他眼睛一点点瞪大，带着震惊。二宝很快反应过来他的身份，小嘴抿得紧紧的，下意识挺直了胸膛，与明觉的眼神来了个对视，一大一小，仿佛在比谁更有气势。没人移开视线，明觉眉宇泛着疑惑，他竟在这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这位秦氏说着，出口的话像是卡住了，嘴角带着僵硬。不用问了，他知道了，看这张脸就知道是谁了。秦氏隐晦地打量眼男人，别说长得可真好，难怪乖宝能那般精致。娘，苏锦抱着乖宝向外走，唤了声秦氏。大宝二宝见娘亲过来了，还抱着妹妹，再也顾不上其他，齐声道：妹妹。三个小崽崽自出生便没像现在这般分开过，手拉着手，头凑在一起，往角落里一蹲，嘀嘀咕咕说着他们才懂的悄悄话。妹妹，这女人家族里的孩子倒是很可人呢。苏锦含笑看他，对着秦氏道：娘，走吧，有话进去说。转头见这男人还待在原地，进来呀，愣着做什么？我还能吃了你不成啊？明觉目光悠悠地望了一眼，阔步跟了上去。你们三个快进来，别堵在门口。好的，娘亲。娘亲。明觉身形顿住，胸口猛地一滞，惊异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苏锦。娘亲。男人眸色越来越深，带着几不可察的暗色，心底却没来由的一阵空寂。他成家了？那昨夜他……苏锦见他脸色不好，这怕是想歪了，摇了摇头。大宝、二宝、乖宝，来娘亲这里。三个小崽崽很是听话，乖乖地站在面前，笑得奶乎乎的。崽崽们并排站好，明觉幽深的眼眸定眼望去，脑中忽然划过一个念头，他猛地抬头，不敢置信地望着苏锦，紧握的拳头有些发颤。小姐妹，这都是我和你生的崽崽，3个都是，你要不要考虑做我夫郎呀？明觉听着他的话，仿若一道惊雷，站在原地，两眼直直地望着三个崽崽，3个。片刻，目光惊愣地转向苏锦，视线一路下滑，移至他的腹部。他呼吸带着些急促，一步步走向崽崽。男人挺拔的身姿弯了下去，心中翻滚着一股热意，目光一寸寸地划过他们的小脸儿。这都是他的孩子，这一世上天竟如此眷顾他。他抬眼看了眼还在得意的女人，心像是被填满了一般。大宝挠了挠脑门，小胖仔有些扭捏，脸蛋红扑扑的，软软道：爹爹。
男人的脸如同破开了封印，笑意再也控制不住，上前将他抱起，高声应着：“我很重的。”明觉眉眼含笑，眼中闪着星光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夹抱着他往上飞了一圈，逗得大宝哈哈直乐。乖，将他稳稳地放下，摸了摸头，目光温暖地转向二宝。二宝对于男人直视的目光，紧绷的包子脸微微一侧，避开了，余光却暗搓搓地瞥着他，也不说话。他知道这个小儿子和他很像，带着些紧张，用哄乖宝的语气轻声道：“可以叫你二宝吗？”二宝依旧板着包子脸，气质拿捏得死死的，故作老成的嗯了一声，小脑袋又偏了偏，避开男人的视线，自个儿悄悄咧开了嘴角。小人可能以为无人发现，却不知苏锦和系统都在偷乐。这父子俩都这么傲娇，以后怎么相处啊？苏锦实在看不下去，一把抱起二宝，塞进男人怀里，抱着，不抱够不准离开。二人大眼瞪小眼儿，二宝垂下眼没有拒绝，脑袋悄悄地往他怀里缩了缩，嘴角却高高翘起。明觉大手渐渐收紧，带着微颤。他何德何能被如此眷顾？3个宝贝，还有一个他。谢谢。男人面色郑重地看着苏锦，说出了一直以来想说的话：遇见你，是我之幸。嗨呀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？自己的夫郎宠着不是应该的吗？看见他的靠谱了吧？接下来该要以身相许了吧？隔日一早，将一本厚厚的诗册交给了廖平，去安排人抄录，越多越好，我要整个京城大街小巷都能看到。是，姑娘放心。酒楼铺子既已准备妥当，即日开业。苏锦将这一系列安排好，自己起身朝着仔仔的院子走去。昨夜乖宝黏着他，便留在了他这里，而那个别扭的男人也被苏锦强势的扣押了，丢进了大宝二宝的小院，也不知道这父子3人一夜相处的怎样。他还没跨进院子，便听见里面传来大宝咯咯的笑声，看来他们相处的挺好。他没有打扰，脚步很轻，弓着身子，悄悄伸出脑袋往院子里望去。只见男人手持长剑，动作极慢地在前面比划着，身后则跟着2个小崽崽，握着把木剑，学得有模有样。大宝肥嘟嘟的身子笨拙地摆着姿势，明觉放下剑，俯下身握住他的手，一点点的比划。谢谢爹爹。明觉心里像是被什么击中了，软得一塌糊涂。大宝还要不要学？休息一会儿。我可以的。小胖仔不服输，耍着木剑很是起劲儿。二宝瞥见这一幕，小脚往前挪了挪，正好挡在明觉身前，手一挥，来了个很标准的剑势。包子脸带着些期盼，明觉没有让他失望，眼中含着笑意说道：二宝很厉害。二宝小眼神一瞥，给了他爹一个赞赏的目光。你很有眼光。明觉抬头望着天空，无声地笑了起来。王府等着汇报消息的佐伊来回踱步，他家王爷怎么一夜未归？王爷连宫中都不会留宿，这别是出了什么意外呀？就在他还在思索时，花管家带着几个侍卫朝着王爷的寝殿走去。佐伊连忙上去询问：花叔，您这是？王爷刚才派人来吩咐，将他的随身物件整理后送去。佐伊面色一愣，不敢置信地望着管家，他家主子这是不打算回来了？怎么出趟门连家都不回了？佐伊心中泛着疑惑，抢了其他侍卫的活，亲自将东西送了去。他很是好奇，这府外有什么稀世珍宝能把他家王爷迷成这样？马车停在苏宅门外，他指挥随行的下人搬运，自己伸长了脖子往里瞧。萧管家得了消息，前来查看，怎么这般多物件？你们这是？在下厉王府护卫，特来给王爷送东西。未来的男主子这是把家当都搬来了。佐伊单手扛起一箱书籍，点了点头，朝着府内走去。
男人捧着书册，低沉清朗的嗓音缓缓道来。3个小娃娃排排坐，听得入神。尽管这些故事早已经听过，但是此刻3个小崽崽格外给爹爹面子，一副很认真听讲的样子，时不时还会来点掌声。几个小人心底叹了口气。娘亲说让他们这几天先忍忍，配合着些，爹爹的父爱需要抒发一下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佐伊揉了揉眼，怕是出了什么幻觉吗？明觉余光扫向他，收敛笑意，目光带着不悦。何事？属下来给您和郡主送东西。明觉摆了摆手，佐伊目不斜视，将手中的东西放下，低头的瞬间看了眼那3个娃娃。小郡主也在此，难怪主子这么有耐心。明觉见他打量3个孩子，眼中带着骄傲，悠悠道：你家中可有孩子？佐伊懵了，主子说啥？他孤身一人，家中有没有孩子，您这个主子不是最清楚吗？他摸不着头脑，应道：并无。哦，那很可惜。明觉随手拿起一枚糕点递给了大宝，小家伙软乎乎的，熟练道着谢。谢谢爹爹。佐伊脚下一滑，爹，王爷怎么又多出了个孩子？王爷这是又多了个小主子？明觉仿佛就在等他问似的，目光矜持的淡淡说道3胞胎都是。佐伊猛地抬起头，目光泛着呆滞。王爷说什么3胞胎？他家王爷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！这王妃怕是神人吧？一个激动，俯身高呼：恭喜王爷参见小主子。他这会儿也算是明白王爷为何那般问他了，感情这是在和他炫耀呢。王爷你变了，不过却变得更有鲜活气了，真好。能让他一向清冷的主子压制不住心底的骄傲，这怕是爱到心坎里了。明觉疏解了心底的喜悦，这才正色道：此事先不要外传。他要做好计划，风光地将他和孩子接回府。他们中的任何一人，他都舍不得委屈。乖宝是郡主，虽有恩宠，却无人忌惮。但是大宝和二宝不一样，有些事儿他要提前出手了。通知管家，将府上的产业名册送来。是。陈新月满心愤恨地将书册撕得粉碎，双手重重按在桌沿，面色带着狰狞。竟还有穿越而来的人。他之所以敢这般肆无忌惮地出风头，便自认是最特殊的那个，注定要如那些穿越女主一般顺风顺水。哪想到这个世界竟然还有人同他一样，该死！只一日，现京城谁人不知，这号称京中第一才女的陈家女，竟是个窃他人诗作的，德行欠佳，不堪为才。纵然有为之辩解的，也敌不过苏锦买的水军。真让他带着污名扶摇直上，拽都拽不下来。陈府的正门很是气派，2个高壮的门房一左一右，见来人是大公子，忙躬身上前牵住马匹。只是随后一女子目不斜视，随着大少爷向着府内走去。他们虽不识得，也只当是少爷的客人，低头后退了一步。陈北清一路带他从正门行至后院，严氏的安堂便在这后院最深处。一道男声叫住了心中急切的他：北清，怎么回来了也不去寻为父啊？陈恒景刚从府外归来，心中燃着怒火，正要去寻女儿问清楚这诗词之事，没想这会儿碰见了外出归来的儿子。对于这个儿子，他还是满意的。你这……随着苏锦的转身，陈恒景眼中的惊愕毫不掩饰，他看着这双眼睛。北清，她是……父亲，这是妹妹，当年我下落不明的亲妹妹，正要带她去见母亲呢。陈父张了张嘴，半天没说话，隐晦的打量一番，他故作和蔼道：回来好，回来好啊，为父也算是放心了，日后啊便就留在府上。北清，你安排下人收拾个院子出来。苏锦挑着眉笑着看他一眼，都是千年老狐狸，在这玩什么聊斋呢？当他看不出那眼中的精光，估算他的价值吗？哼，你是？我是你父亲，好孩子，你受苦了，日后为父定会好好补偿你。父亲？我父亲早在10年前便去世了，怎么诈尸？陈恒景心头一梗，没想到他会这般不将他放在眼里，野性难驯呢。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我是你父亲，你敢这般与我说话？
苏锦还没回，那边一女子带着婢女，身姿款款地走来。苏锦定眼一瞧，来了兴致。嘿，巧了，刚来就遇上了，此女正是陈新月。女子朝着陈父微微欠身，这才将目光转向苏锦。她面上温婉的笑意瞬间僵住，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垂下的手紧紧握住，仿佛要陷进肉里。你好像很吃惊遇上我，怎么当我已经死了是吗？陈新月，这位姑娘，你怕是误会什么了？我只是觉得你的眼睛有些熟悉，这才会吃惊。是吗？陈父惊得回过神来，上前扶住他，对着苏锦一阵怒吼：逆女，你敢出手伤人？月儿她如何得罪你？你为何要这般狠？为什么没有啊？我就是坏。你给我滚出陈府！我只给你3次机会，你身为苏锦的生父，会让你3次。刚才你已经用掉了2次了，接下来但愿你能好好说话。我们既同为父亲的女儿，自该相互守望，你怎能？你不就是苟合下的产物吗？别说的那么好听，挂在嫡母名下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陈新月脸色瞬间变得难堪，面皮仿佛被他撕下来踩踏，整个人再也控制不住，阴狠地望着他。你说我这人就是毛病多，什么都喜欢看对称的。反手一巴掌又抽了过去，完事儿不顾女人的惨叫，陈父的愤怒，苏锦双手环抱，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你居然还敢打我！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大惊小怪的？反正你脸皮那么厚，我打你2下怎么了？不是先让你适应吗？这都受不了，那接下来还怎么玩？甚是无趣的一个转身，一脚踢在膝窝处，女人砰的一下跪倒在地。苏锦伸出2指掐住她的下颚，逼她抬起头，微用力。女人疼得眼眶泛红，死死地盯着他。陈新月，你逃不掉的，你既让她难过，我可不会让你这么轻易死去。逆女，放开！裴强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救你妹妹！陈北清没想到苏锦会这般大打出手，联想到他当初说的话，望向陈新月的目光泛着寒意。就算他妹妹不出手，他也不会放过。我妹妹只有一个，她叫苏锦。好，都反了！陈父捂住胸口，气得双目喷火。苏锦手一甩，松开了女人。他望着地上瘫软的人，笑得很是开怀。等我回来找你玩，丝毫不理会身后陈父的咆哮。走吧。陈北清望了他一眼，什么都没问，沉默地走在前头带路。看了眼跟在身后的苏锦，眼中带着喜悦。他轻轻推开了门扉，只见严氏一身素衣跪坐在蒲团上。母亲。严氏闻声转过身来，柔和的面容泛着疑惑。北清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？母亲，我找到妹妹了，您先别激动，这次是真的，妹妹她还活着。严氏心中一抖，毫无波澜的眼眸忽然睁大，颤着身子不可置信地望着他。刚才听见北清说找到女儿了，她还活着，在哪儿？她在哪儿？北清，快，你带我去找她。陈北清上前扶住他，帮着顺了顺气，安抚道：母亲，您别激动，我带她过来了。这也是他最怕出现的情况。母亲身体不好，不能受刺激，他本想着先进来将她安抚住，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对妹妹的在意。苏锦靠着墙，听见里面女人的叫声，没等陈北清叫他，自己走了进去。他脚步很慢，一步步走向那个愣在原地的女人。严氏抬起头，看着来人，泛红的眼眶瞧得不真切。可当苏锦越走越近，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，无需确认，这就是他的女儿。严氏死死地扣住苏锦的手腕，盯着他的脸猛瞧，纵然泪水模糊了视线，也舍不得眨眼。苏锦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话，任他打量，心里叹了口气。他要等的那个人终究还是不在了。苏锦见他喘得急促，柔声安抚道：您别激动，有话慢慢说。好，我不激动。怕自己这个样子吓到女儿，赶忙擦了擦泪水，拉着苏锦
坐在了一旁的软榻上。孩子，你这些年过得好吗？严氏眼中闪着紧张，他怕听见不好的消息。苏锦见他缓了过来，松了口气。他这人直来直去惯了，最怕这种温情场面。想了想，如实道：挺好的，没被苛待，不受委屈。随即回忆了原主小时候的事情，与他一一道来。他说得很细，没有选择只报好不报忧，真实而琐碎。苏锦话语中的日常一点点填满了严氏的心，仿佛自己亲眼见证了女儿的成长。他眼中泛着泪光，却笑得很开心。他这一生圆满了。母亲这辈子还能见到你，知足了。你娘是个好人，是我这一生最感恩的人，我想当面谢谢她。苏锦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立即答应。我先问下，他娘秦氏平日看着大大咧咧，为人强悍，但是心底却很软。他不想让秦氏哪怕有一丝的不顺心，毕竟人的心本就是偏的。严氏闻言不仅没有失望，反而很是欣慰地望着他，笑着应着：好。我想知道当初发生了何事，才会导致苏锦流落在外。严氏虽有些困惑他的自称，却也没在意，望着女儿，再看看一旁同样疑惑的儿子，叹了口气，缓缓道来。陈北清眼眶泛着红，这些年早已猜到母亲这般是为了自己，他想过带母亲离开，却被母亲断然拒绝。他刚想出言，苏锦却直截了当道：你想离开吗？只有你想与不想，不论其他。严氏抬眼望着他，看着他眼中的自信，点了点头，随即很快摆手道：我如今这般也好，日子很是清静。走吧，我带你离开。苏锦站起身，向他伸出了手，没理会他后面的话，违心之言罢了。陈北清朝着严氏鞠了一躬：母亲，以前的日子您为他人而活，之后的生活我也想能成为您的依靠。他如今在兵部任职，虽官职不高，却也会努力为母亲撑起一片天。严氏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，眼中带着别样的光彩，将手搭在了苏锦的掌心，坚定道：好。纵然之后一片坎坷，他也不愿让他们失望，他的孩子都很好。苏锦见他应下，指挥着婢女将东西都收拾起来，毛都没留下一根。看着婢女归置的东西，苏锦挑了挑眉：就这还有吗？嫁妆在老夫人手里。他并不在意那些。原来这就是世家大族的底蕴，还真是特别棒呢。他没有说话，牵住严氏的手向外走去。一群仆人手里持着棍棒，在管家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走来。当看见苏锦的瞬间，为首之人喝道：就是他，老爷说的人就是他，将他拿下，快！陈北清见状，挺身将他们护在身后，呵斥道：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大公子，对不住了，这是老爷的命令。手一挥，仆人们面色凶狠地冲了上来。苏锦看着这群菜鸡，有些无语。瞧这气势凶猛的，真以为他们自个儿被威震天附体了吗？他伸手拽住陈北清道：护着他，我来。小姐，你……严氏想拉住他，还没碰到一脚，人已经闪出去了。朝着来人胸口一踹，连带着身后的人一起飞了出去，转了转手腕，夺过木棍，目光森冷，咧嘴笑道：打狗还是要用棒子。说罢，手中的木棍狠狠一挥，朝着来人就是一顿狠揍。顿时整个长廊惊起一片惨叫。他将木棍朝着地上一丢，厉声道：滚去通知你们的主子，在府上等着。严氏捂住嘴，目光从惊愣变成了骄傲，眼中犹如聚集了星光。小姐好厉害呀！这是他女儿。陈北清面色复杂地看着他，这妹妹未免也太猛了，让他这哥哥毫无用武之地呀。苏锦抬眼笑了笑：走吧，既然人家来请了，咱们也不好拒绝，不是？他会让他明白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。陈府新雅院内，陈父面色心疼地看着面前双颊肿得老高的女儿，焦躁地踱着步。他在等下人将那个野丫头绑来，从没人敢这般不把她放在眼里。陈恒景越想越气，听着耳边啜泣声，压下怒火，安抚道：月儿，为父定将他捉来给你解气。陈新月死死地低着头，眼中的怨毒犹如实质。那个贱人，我要杀
了他。他忍着恨意，带着哭腔柔声道：“谢谢父亲。”父女二人还在温情，院外管家被人扶着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，入目看去，面上竟没一块好皮，怎么会这样？老爷，奴才办事不力，那女子着实厉害，府上10多个好手皆被她打伤了，她还让给您带句话。蠢货，这点事儿都办不好。她说什么？快说。那女子说，让老爷您在府上等着。逆女，她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去，给我将府上的护卫都召集起来，我不信她还能反了天了。管家双眼一亮，应了是，被人搀扶着离去，脚下的步子都快了许多。这边的名爵午间刚将崽崽们哄睡，自己来到书房处理着公务。王爷，有消息传来，陈新月不知得罪了何人，竟将他剽窃他人施作之事捅了出去，如今已是满城皆知。这些事我早就知道，让试探他的人停手吧，不必再探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是。他这几年为了找出那女人前世的秘密，暗中一直派人盯着，期间安排了多种意外，却都被他好巧不巧地躲了过去，运道着实惊人。但除此外，并未发现前世那些稀奇之物。如今他也不想再探，准备将人解决，因为现在他有了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想到此，面上划过一抹柔色。据安卫来报，陈新月在府上被一女子打伤，如今城衡警调动了所有护卫，正前去拿人。何人所为？此女子名为苏锦，是被城府大公子带入府内的。你说她叫什么？左一神色一惊，躬身回：王爷，陈家大公子唤她苏锦，无力急稿，带人给我将陈府围了。名爵脸色一变，眼中带着狠厉，几步向着外间走去。左一擦了擦额角的冷汗，从没见过他家王爷这般愤怒。那女子忽的想到一种可能，他好像从没问过女主子的名讳，莫非？左一不敢耽搁，脚下生风前去调人，这陈府怕是要完。苏锦还不知他家夫郎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他这会儿正叉腰笑得开怀，看着脚下倒了一片的护卫，朝着唯一站立的人招了招手。那护卫见此，面色惊惧，抖着腿连滚带爬逃得飞快。苏锦嗤笑一声，带着闪着星星眼的严氏和目光已然呆滞的陈北清，朝着陈父所在的院子而去。我又来了，就问你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陈父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魂儿都飞了，陈新月也顾不得敷脸上的伤，猛地站起身，连连后退了几步。怎么没想到是吗？你是想问哪群护卫啊？哦，他们累了，都在院外休息呢，你要不要去瞧瞧？他没想等他回答什么，拿起后方桌上的笔墨，啪一声重重拍在陈父面前，冷漠道：写和离书。陈父被气得已经说不出话了，脑子快要充血。此时听他这般说，攥着手就要打上去。苏锦一把将他挥开，厉声重复道：写和离书。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严氏离了陈府，他什么也不是，将军府早已败落无主了。你就算不为你母亲想，你也要想想你自己。陈府能给你的，原是你在乡野所不能想的，尤其是亲事。陈父原以为他提到这些，苏锦会有所动，毕竟一个女子一生最重要的便是有门好亲事。心里刚缓了口气，便见他走向了月儿。苏锦饶有意味地看了他一眼，他这人最讨厌听不懂人话的，狞笑一声，忍着刺耳的惊叫，犹如拖死狗般拖着陈新月来到花丛里，按住他的头悬在空中，只一点儿便要接触到那细细密密的刺。不要，父亲，快救我！你到底要怎样？苏锦瞥了他一眼，一副你明知故问的样子。陈父怎么肯写这些？和离书对于他来说，那是犹如耻辱般的存在。紧握着手，神情带着狰狞。苏锦可没耐心这般等他，手下一个用力，将人扎进了花丛里。陈新月身体抽搐着，惨叫一声高过一声。苏锦厌恶地将人整个丢了进去，没再理会，转身目光悠悠地望着陈父。陈父一惊，这次终于学乖了，什么也没说，抖着手拿起笔墨写了起来。
苏锦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双手怀抱，在心里叫着系统。筒子，舒服一点没？舒服。宿主，你好帅呀！我要是男子，我就嫁给你。你休想！我就缠着你，宿主，遇见你真好。苏锦没理会这小蠢蛋，摇了摇头，听着他的笑声，忍不住自己也笑了起来。老夫人今日在府上吧？你给我滚出去！苏锦翻了个白眼儿，他是那么听话的人吗？不是啊。你除了无能狂怒，还会什么？你没叫过我都听烦了。有本事的人那叫发脾气，你有资格吗？说完，不顾脸色涨红的陈父，大步朝着外面走去。严氏不愿再见到陈父，故陈北清陪他在凉亭里等待。见他面色有些发白，苏锦叹了口气，没说什么，将和离书往他手中递去。都结束了。严氏微颤着手，定定地望着，瞬间红了眼眶。他抬头望着天空，深吸了口气。是啊，都结束了。走，带你拿回自己的东西。我的东西？嫁妆吗？随即好笑地望着女儿，原来她还记着呢。她虽不在乎，却也心感慰藉，自不会扫了女儿的兴致。陈北清抿了抿唇，眼里带着些骄傲。小锦比他这个哥哥厉害。老夫人不好了，大老爷出事了！胡说什么？府上的护卫都被来人打伤了，大老爷这会儿也被堵在了宅院里。老夫人面色一惊，竟有人敢来陈府闹事，这人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世人去一趟官府，定要让那贼人伏法。方嬷嬷面色犹豫，想着外面躺了一地的护卫，颤着身子应是。陈老夫人显然没将这事儿放在心上。苏锦一把扯掉珠帘，还没让陈北清过来，故意将人使唤了出去，自己拉着严氏走了进来。婢女挡在身前，呵斥道：“你是何人？竟敢乱闯老夫人的寝院！”苏锦可没工夫跟他费口舌，将人猛地推至一旁，厉声道：“她的嫁妆在何处？”陈老夫人看见苏锦身后的严氏时，双眼一眯，胆子瞬间就大了起来。严氏，成何体统？你这是反了天了！他以为面前的严氏还是当初那个任他拿捏不敢还手的女人，瞬间摆起了婆母的架势。定眼一瞧，面前的女子也很是眼熟，这二人……你是当初丢了的那个孩子？他神色傲然，上下打量着苏锦，很是瞧不上。刚回府就这般没规矩，没父母教养的东西，见了自己的祖母这般放肆，陈府可容不下你这般的嫡女。听他提到父母，苏锦眼中闪过一道寒光，他想也不想，一巴掌将这嘴贱的老货抽翻了过去。本想跟他好好说话的，毕竟他不喜欢对老人动手。看着软榻上杀猪般鬼叫的人，他沉声道：“嫁妆。”陈老夫人面色惨白地望着他，脸上带着一股难以言表的盛怒。在苏锦森冷的目光下，他咽下堵在喉咙的腥意，抖着手指着贴身婢女道：“去库房拿给他。”苏锦拉着严氏坐下，目光在华丽的内室瞧了几圈，眼中突然闪过一抹坏笑：“看看可有少的？”少了9成。老夫人犀利的目光猛地射向他，刚想怒骂，却死死地忍了下来，转头询问下人：“许下的您都赏出去了？”他掠过苏锦，眼睛扫向严氏，希望他能使点抬举。苏锦端起桌上的茶盏，重重地砸在地上：“那就去要回来，不问自取变为贼，这点道理不懂吗？”陈老夫人先是被打，如今又被这般羞辱，面色铁青，虚抚着额头，倒在了软榻上。老夫人晕倒了，快叫大夫！苏锦面含讥诮，瞧着这一幕，手一摸，悄咪咪掏出一根绣花针，狰狞一笑，朝着他的虎口猛地扎去。老夫人一个抽搐，在疼痛中醒来，睁眼见到的便是苏锦阴恻恻的笑脸。人老了，花样还挺多，想赖掉嫁妆，门儿都没有。
老夫人差点吐出一口血，恨恨地瞪着他。去将二老爷、三老爷都请来。众人来得很快，陈家2房3房的人很快都出现在此。众人见老夫人面色铁青，再联想到来时下人透露的消息，看着苏锦的目光有些吃惊。苏锦淡淡的扫了一圈人，这张单子上的东西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半炷香内我要看见一个不少，否则……说罢，他一个抬腿，砰，一个雕花凳整个变成了碎渣。众人脸上都有些讪讪，互相对视一眼，没吭声。只有陈二夫人脸色泛红，低声说了句：“我们这就回去找来。”苏锦头也不抬，掂着腿，百无聊赖地等着，心里已经暗搓搓计划着今晚和系统来此干票大的，也算是收点利息了。老夫人，大喜事！这次那贼人定跑不了了，贵人进府了。厉王殿下不知道哪里得了消息，带着侍卫已经将府上围了起来。那可恶的贼人，这次怕是插翅难逃了。陈老夫人激动地连连叫好，定是厉王看中他家恒景才会这般出手。但愿一会儿你还能继续嚣张。刚才像是听见了他家夫郎的名号，厉王。那是，我们家老爷可是朝中重臣，得厉王殿下赏识，那是再寻常不过了。苏锦嘲讽地看他一眼，没有理会，面上扬起了笑意，故意和系统炫耀道：“这男人就是粘人，才1日未见，这就追来了，啊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”系统盯着这份强塞过来的狗粮，一脚将之踹翻。宿主，我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啊！苏锦给系统喂完了狗粮，很是满意。见严氏神色不对，安抚道：“放心，自家人。”小锦在说什么？若王爷怎么能成自家人？嘴唇动了动，见女儿心中有数，还是忍下了疑惑，没有多问。半道便见厉王带着侍卫一身威严地阔步而来。陈恒景心头猛跳，连忙跪下行礼：“厉王殿下，您这是……苏锦呢？”陈恒景反应一瞬，才想起这正是那个逆女的名讳，厉王不会是来捉拿他的吧？瞧厉王脸色便知，找他不会有什么好事儿。真是祸害，如今还要连累陈府。殿下，那逆女与府上绝无关系，您要杀要剐请随意，我这就带您去找她。身后的左翼瞪大了双眼，看这位陈大人像是在看什么稀有物种，当着王爷的面骂他媳妇儿，好胆色！明觉的面色犹如镀上了寒霜，凌厉的目光直直盯着他。说他，你也配？陈恒景连滚2番，捂着胸口一阵咳。待想清厉王所说的话，心头巨震。怎么会？那逆女怎会有如此运道？不敢置信的抬眼望去，当对上厉王那森寒的目光时，心下一抖，晃了晃身子，重重的跌坐下去。完了！正当苏锦等得不耐烦时，陈家几房的人慢吞吞地将东西凑了出来，一番核对，还是少。哼，真是不打到位不知道老实啊！正想上去揍人，忽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听人数还不少。转身看去，男人正定定地望着他。苏锦赶紧捋平袖口，脚步轻快地朝他走去。明觉视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松了口气。你怎么？二人同时出口，又同时顿住。苏锦见此，瞬间笑弯了眼，悄悄挪到身前，一点点勾起了他的手指。明觉一僵，下意识躲了躲，带着些不自然，心下无奈，却慢慢的软了下来，任他拉着。你担心我啊？明觉这次没有避开视线，认真的望着他，轻轻的嗯了一声。放心吧，还没有我虐不了的渣。男人嘴角带着一丝笑意，他好像随时随地都想在自己面前表现一下。他忍住笑，正色道：“还有什么要解决的吗？大宝他们该醒了。”苏锦也没客气，将事情转述了一番。拿了东西便走，我让人去办。佐伊，带人将东西找齐，只可多不能少。佐伊暗搓搓瞥了眼苏锦，赶忙低下头应是。看到那个神仙女主子了，嘿嘿，般配。严氏这会儿也走了过来，苏锦连忙放开手，正经道：“让大哥先带您回将军府，东西我让人送去。”明觉朝着严氏微微颔首，严氏猜到来人，就要俯身行礼。夫人不必多礼，
苏锦笑了笑，没有要解释的意思。这一边的陈老夫人见到苏锦站在一气度非凡的男子身旁时，终于认清了现实，他们陈府竟得罪了厉王。想到此，老夫人再也受不住打击，一个心梗晕厥了过去。一群人在经过一处小院时，苏锦的脚步突然顿住，深深地望了一眼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在想什么时候将人。明觉没有因他话里的冷酷而惊奇，面色平淡道：谁啊？就是这府上的一女子，陈新月。她欺负你了？倒也不算，我和她的恩怨比较复杂，本想着再折腾折腾，有些腻味了。系统最近也恢复了精气神儿，我来解决吧。这个女人运道极强，不是那么容易杀的。他不想让苏锦受伤啊？你确定她运道强，像大宝那样吗？他觉得这菜鸡挺好捉的呀，一虐一个准儿。他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不好宰？他招惹你了？嘿呀，这小菜鸡还挺能惹事儿啊，这可忍不了了。苏锦没等明觉回答，脚步一个转弯，撸起袖子就是干。转身望着女人气势冲冲的背影，他摸了摸胸口，有什么仿佛要溢出来一般。这架势是去帮他报仇吗？男人的眼睛像藏了星光，嘴角再也控制不住，疯狂向上翘起，阔步跟了上去。小姐，你忍着点儿。婢女忍住颤意，一点点帮他拔着倒刺，本就红肿的面容更是密密麻麻渗着血珠，也没有一块好皮。然而此时的陈新月却格外安静，仿佛感受不到疼痛般一动不动的。可他那双满含血丝的眼睛却直直地盯着婢女，婢女被吓得面色惨白，不敢再看。为什么不敢看我？问你为什么不看？不等人回答，神色癫狂地拿起一旁的剪刀，向着婢女白皙的面庞狠狠扎去。他惊恐地险险避开，却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。婢女摇头惊叫，跌坐在地，哆嗦着往一旁缩去。眼看小姐就要再度扑上前，她吓得闭上了双眼。就在此时，一枚银子猛地射向了女子的手腕，剪刀应声坠地。陈新月闷哼一声，赤红着双眼看向门外。为什么？苏锦知道他问的是什么，可他又凭什么要回？深知反派死于话多的真理，布满杀意的眼眸毫不掩饰，掐着他的脖颈，一点点将人提了起来。陈新月的痛呼戛然而止，开始拼命挣扎着，面色越涨越红，猩红的恨意直直地望着苏锦。他不甘心，他好恨，她是穿越女主，她还有好多事儿没有实现。可自从这个女人出现后，一切都不一样，命运像是同她开了巨大的玩笑。明觉站在门外，薄唇紧闭，怔愣地看着眼前一幕。前世不可一世犹如天柱的女人，此时被掐着脖颈，没半点反抗的机会。她的目光半点没有分给那个女人，一动不动盯着苏锦的背影，怎么也移不开视线。她像是自带光芒，护着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包括他。明觉摸了摸胸口，如此直白而热烈的感情，他知道自己沦陷了。苏锦掐住女人的手越缩越紧，他要让她一点点感受死亡的恐惧，他的夫郎无人能欺。苏锦冰冷的目光划过他瘫软的身体，厌恶地甩了下去。抬眼看见门口的男人，忽然想起他曾说过的话，这女人的运气很是诡异。瞥向一旁的剪刀，抬起手利落地给他胸口补上了一刀。一旁目睹这一切的婢女早已经吓傻了，抱着身体不住地颤抖。苏锦俯视着他，淡漠道：你看见了什么？没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说罢不再看他，反正待会儿会有人来处理。收拾好情绪，朝着男人挑了挑眉，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。他以后再也害不了你，以后我罩着你啊。明觉心神一动，女子的脸明媚自信，带着些张扬，却格外真诚。这次他没让苏锦主动，深邃的眼眸闪过柔情，上前牵住了他的手，轻轻地应了一声：谢谢你走到我身边，赐予我所有的幸福。苏锦悄咪咪地瞅了一眼两人交握的手，咧嘴一笑，妥了。嘿嘿，这次是飞不了了。明觉拉着他，眼神朝着暗处一个示意，很快有人影闪进了院落。苏锦感知到，抬眼看了一眼，笑了笑。本打算让廖青过来解决的，线下倒是省事儿了。此
此时佐伊站在原地等候着，见主子过来，想也不想的疾步走去，却被2道锐利的视线吓得顿住。明觉眉峰紧锁，瞪了他一眼，苏锦也暗搓搓的怒视着他。佐伊心里一慌，不明所以，待看到2人紧握的双手时，咽了咽口水。我不该在这里，打扰了，告辞。脚下生风，一溜烟儿便没了人影。苏锦咳了咳，假意道：估计是肚子疼。明觉扬起嘴角，紧跟着嗯了一声，拉着他慢慢地走在小道上。苏锦心里的小人儿抓耳挠腮，疯狂地叫着系统。系统，快帮我找找恋爱秘籍。我现在要说点什么？我哄的可没那么好哄。苏锦问完系统没多久，便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，遗憾地松开了明觉的手，朝着假山一掌劈了过去。完事儿挺着胸，眼里闪烁着小星星，期待地看着明觉。瞧他这爆棚的安全感，跟着他妥妥的。明觉眼神带着些无奈，看出他这是又在向自己展示能力，忍住笑意。这爱炫的性子怎么就这么让人喜欢呢？明觉勾着嘴角帮他拍了拍手，像哄崽崽们一样。很厉害，走吧，以后还想玩啊，便让府上多建几座假山吧，碎了就再见。男人细碎的话语带着柔意，拉着女人走出了陈府。姑娘，这是刚开业的铺子收益，反响极好，比之丰原县市翻了数番。只是有不少在打探这酒水坊子，怕是将要不太平。没事儿，但凡出手的都给我剁了，来一个宰一个。是。明沙阁如今发展较稳，虽不再接受刺杀，却培养了一批自己人，在依着姑娘的手段护住产业不在话下。郊外的田地也已买下，包了一座山头，作物种子已经种下。苏锦摆了摆手，没再过问。这些人都是一路跟自己过来的，有些事儿根本无需交代。他现在执意想把聘礼凑够，这些年倒是赚了不少，但对于天下之主的皇家来说还是不够看，他得再想想办法。这男人要早点划拉到碗里，他才能放心。主子，管事已经整理清楚，府上的产业都在此，您看。除了宫中预留，将这些全都归置出来，整理成册。再多去置办一些田地庄子，一起送来。佐伊点头应是，见主子把家当都拿了出来，面色还泛着柔光，心头有些了然，难得八卦地问了一句：您这是要迎娶女主子了？明觉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敛住笑意，故作平淡道：恭喜王爷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带人去归置。明觉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目光，起身走了出去。想到今日的故事还没讲，想必3个孩子都等着急了，他不由加快了步伐。而此时的崽崽们像往日一样乖乖等在院中，乖宝小手背在身后，迈着小步子来回转悠，不知想到什么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他胖手戳了戳二宝：你去和爹爹说。二宝小眼神一瞥，不理他。乖宝见此，又悄悄移到大宝身前，眨巴着眼睛望着他。大宝小小的人儿盯着妹妹，咧嘴一笑，软糯糯的，就是不说话。就在此时，明觉走了进来，面色柔和地问道：要和爹爹说什么？3个崽崽互相对视一眼，小脑袋摇得飞快，齐声道：想听爹爹讲故事了。妈妈。明觉看着他们期盼的小脸儿，扬起了嘴角，笑着应道：好。既然孩子们爱听，那他就派人多找一些来。苏锦换上夜衣，刚踏出房门。你要去哪儿？被逮住喽！系统幸灾乐祸的嘿嘿直笑。苏锦怀疑这筒子是故意的，并且还有证据。他掩了掩面，企图蒙混过关。明觉也不说话，就目光这么悠悠地看着。苏锦见此，破罐子破摔，光棍道：去当贼要怎么义气啊？男人看了他一眼，叹了口气道：走吧。咋的？当贼还带家属呢？他见男人面色坚决，想了想也没反对。算了，大不了分他一点。2人一路来到陈府院外，自己先起身越了过去，苏锦紧跟其后。他直冲老夫人的院落，库房的设计很隐蔽，外间还有下人值夜。苏锦手里捏住2块石头，一左一右飞射而出，只见那2人闷哼一声，软软倒地。
明觉瞧他这熟练的架势，抿了抿嘴角，眼中有些复杂。苏锦本是得意，忽然想到什么，转身面色正经道：“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事儿，平日里从不偷鸡摸狗。”像是怕男人误会，就差拍胸脯保证了。明觉上前捏了捏他的脸，笑得无奈：“知道了，快点，看上什么尽管拿。”就当是补偿他家王妃白日里受的惊吓了。就算不如此，陈家他也没想放过，能让他开开心心，也算物尽其用了。苏锦暗搓搓看了他一眼，这男人怎么越来越喜欢动手了，显得他很不主动。那你在外给我放风，我去就回，乖。苏锦拍了拍男人的肩膀，没等他回答，转身闪了进去。他可是要往系统空间里塞的，自然不能被人看见。明觉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沦落到给人放风。苏锦这边收得欢快，一边拿还不忘现做个包袱，使劲往里面塞，总得做个样子。宿主，差不多得了。啥？你还要珠宝？要什么珠宝啊？你这筒子人不大，还挺贪心啊！说着，顺手将远处的一箱子珠宝首饰收了起来。系统心累的卸下宿主刚甩来的锅，悠悠道：“宿主别塞了，空间不大，快满了。”苏锦闻言望着快空了的库房，也不留恋，挑起包袱，利落转身，扭头看着外间老实站着的男人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：“真乖。”将手里的包袱往他怀里一塞道：“喏，见者有份儿，以后再搭档啊。”明觉看了看他，再瞅了眼怀里的包袱，面色有些僵，神色复杂，悠悠道：“那谢谢啊。”“不用，走，收工，回去休息。”二人悄无声息的来，又悄无声息的走了。严氏神色有些恍惚，自方才得知自己的女儿已经有了孩子，并且还是3个，他惊得这会儿还没缓过神。我跟你说呀，这3个孩子那是一个赛一个的聪明啊，机灵着呢。他抬眼看秦氏，不似在玩笑，直到来到院前，他方才定了定心神。秦姐姐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可有什么不妥的？我心里有些忐忑，他怕自己会不受孩子们喜欢。好着呢，3个孩子都很懂事儿，放心吧。二宝抬眼望去，见来人是秦氏，很是规矩的走上前唤人：“姥姥。”随即他将视线转向另一人，带了丝疑惑。他虽不识来人，却下意识带了些好感，因为他的眼睛很像娘亲。大宝和乖宝呢？二宝悄咪咪朝着一旁的室外看了一眼，秦氏了然，这是又逃课业了，自己3两步朝着那边走去。他倒要看看这2个小家伙又在捣鼓什么。乖宝表情十分严肃的咻咻咻朝着大树射去，小奶音带着欢快：“咦，我这次射中了！”大宝咧着嘴，小胖手赶紧给妹妹鼓掌：“妹妹最棒，小意思。”很是爱炫的小家伙，虚荣心得到了满足，拿着小弓箭咻咻又是2箭。想到爹爹说明日要带他们去学习骑射，小小的人儿控制不住满心的期待，他一定让爹爹看看自己有多厉害。大宝，你也来，我叫你哦，明天爹爹一定会夸你的。乖宝小手有模有样的帮他握着弓箭，刚摆好架势，秦氏从旁边走了出来，无奈道：“你们2个课业没做吧？”姥姥，是我拉着大宝出来的，你别告诉娘亲好不好？娘亲要打屁股就打他好了，反正他皮实着呢。秦氏笑得无奈，没说什么。在2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，大宝趁着刚才的姿势，小手一松，咻的一声，箭飞了出去。好巧不巧，正中树心。小小的人儿弯着眼角，什么也没说。3个崽崽排排站，看着眼前面露震惊的女人。这是你们娘亲的亲生母亲，以后就叫外祖母。秦氏为人性子直，丝毫不含糊。他知道3个崽崽虽小，却都很聪慧，将事情大致说了一番。3个小家伙互相对视一眼，齐齐道：“外祖母好。”就凭这长得像娘亲的眼睛，就错不了。严氏已经呆住了，尤其是看向乖宝时，这个孩子，这都是他女儿和厉王的孩子。听着孩子的话音，严氏立即回神：“乖，
好好好，他现在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，他这女儿也太厉害了。明觉正准备出门，便被女人一个推力推回了室内。苏锦盯着他来回看着，眼看视线越来越往下，明觉额角轻跳。怎么了？据说你不能生育，这看着不像啊。明觉得知是这事儿，复杂的看了他一眼，清冽的嗓音不急不缓将事情道来。感情他还挺会卡点儿，但凡再晚一点儿，崽崽都没了。知道是谁做的吗？虞国的人已经有眉目了。苏锦脸色一暗，将此事记在了心底。想起他的毒，系统的解毒丹应该能起些作用。若是不行，那只能等到系统升级再兑换更高级的了。手腕一翻，素手捏住一枚药丸送到他嘴边。男人没有犹豫，薄唇微动，就着他的手含在了嘴里。这么信我啊？喂你毒药你也敢吃？因为我知道你不会。哎呀，怎么就这么招人稀罕呢？想也不想，踮起脚尖，朝着男人如玉的面颊轻啄了口。完事儿，偷瞄了一眼，趁人呆住，他脚步飞快地向着外间走去。嘿，没白来。明觉看着撩完就走的女人，神色带着些无奈，嘴角却不自觉扬起了笑意。隔日，3个小崽崽换上了骑行装备，背着小弓箭，身板挺得直直的。明觉望着期待已久的小家伙，一声令下，出发。3道小奶音齐声道：是。苏锦悄悄蹭到后面，跟着大声应和：是。明觉目光悠悠地望了他一眼，女人见此，笑得更灿烂了。这里的小马自己去选吧。 3个崽崽一听，小短腿跑得飞快。苏锦对骑马没有兴趣，懒洋洋地靠在一旁的树下，随他们折腾。乖宝首当其冲，选了匹枣红色的小马驹，胆子很大，小手不时地摸摸它。二宝则是要了一匹黑色小马，第一眼他就看中了，黑的真纯粹，背着小手越看越满意。大宝却很随意，摸了摸身边离得最近的棕色马驹，软软道：爹爹，我想要这个。明觉有些诧异，轻声道：大宝为什么选这个？这个马场所有的小马驹都是他从上千匹千里良驹后代中选出来的，唯独这一匹是特例，没有极好的血脉，却是一众马驹中速度最快的，性格也极其温顺。见爹爹盯着他，大宝认真道：我觉得他最棒了。好，他家大宝眼光真好。明觉带着崽崽各骑行了一圈，教他们如何照料马驹。孩子们都还小，他会多带他们见识不一样的事物，却不必样样精通，只愿他们每天都充满活力，这样便好。爹爹，乖宝会哦。说罢，手握住小弓箭，朝着不远处矮小的草坝咻的一下射了出去。虽没有正中红心，却也在靶子上了。仰着头，甜甜地看着明觉，乖宝厉害，是吧是吧？我可厉害了。二宝见妹妹这样子就能被夸，回忆着妹妹方才的角度姿势，射出的位置不偏不倚，刚好就在乖宝原先的位置。小家伙已经做好被夸的姿势，暗搓搓等待着。这些日子，他早已发现小儿子不仅脾性像他，连这过目不忘的本领都一样。想必他父皇得知这孩子的存在，定是会欣喜若狂。男人毫不吝啬的一顿夸赞。当他转向大宝时，半点没有要上前展示一番的意思，正在给他妹妹吹着彩虹屁。大宝，来，爹爹教你。握着大宝的小手，一点点教他摆好姿势，就连一旁的2个崽崽也都围了过来，拍着小手在替他加油。苏锦一步步走上前，摇头笑了笑，他家大宝怕是要惊人了。只见他往前看了一眼，小手一松，咻的一声正中红心。大宝，你好厉害呀，像娘亲那么厉害。二宝包子脸带着欣喜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大宝软包子似的被人欺负了。明觉上前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他这大儿子比乖宝更像是小姑娘，喜欢害羞，整只崽崽都软乎乎的，脾气极好，日常却很护着妹妹，是个一眼就让人心底发软的孩子。苏锦见男人眼中带着骄傲，挑起男人放在一侧正常的弓箭，得意地看了他一眼，很是随意地拉满弓，素手轻轻一放，不远处一枚果子坠落在地。崽崽们很是给面子，立即拍起了小手，吹嘘了起来。女人享受了一波，很是满意的理了理衣摆，眼神瞥向一旁的男人，
疯狂暗示你最厉害。看着一大三小如出一辙的笑脸，男人冷峻的面容笑得无所顾忌。这是他的4个宝贝，都需要哄着，他却甘之如饴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陈家嫡女就是那个曾经的第一才女陈新月死了。啊？怎么会啊？兄台说道。我听陈府的下人说是自杀呢，怕是因为抄袭他人诗作，无颜见人喽。可惜啊，可惜。邻座的一男子听完这些，若有所思，起身朝着楼上雅间走去。大皇子，确如传言那般，这陈府的嫡女逝去了。大皇子面色带着些惋惜，他早已看上这名动一时的陈府嫡女，只等纳了王妃，便将人接到府上做个侧妃。算了，只当他没那个命。这京城新开的百味坊打探出来没有？背后是何人？回大皇子，明面上是一位廖姓男子，至于后面有没有主子，属下还在探。将人给我请来。哪种方式请？那就看他识不识抬举了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姑娘，归来路上受阻，怕是有人按耐不住，要出手了。何人所为？来人只说请百味坊东家一叙，我等还未反应，便要上前带人，举止很是无所顾忌。走吧，既然人家来请了，我们也不好避而不见，会会。他要看看是哪个狗东西比他还嚣张。这厢收到消息的大皇子却没有亲自来，在他看来，这种商贾之人还不配得到他的重视。定安侯府2公子吕虔一向是帮着大皇子处理产业之事，刚踏入雅间，便见女子正百无聊赖地盯着桌面，见有人来，轻瞟了一眼，很快便移开了视线。而原先打过交道的廖平，此刻却站在这女子身后，一副守卫的架势。在下吕虔，不知姑娘名讳？看着廖平的架势便知，这主事之人定是这位姑娘。一周身镶满金丝的锦扇缓缓打开，做事潇洒地挥动2下。哎，是谁在装逼？好刺眼呐！吕虔嘴角的笑意猛地僵住，眼中带着不可思议，手中的折扇再也挥不下去。这位姑娘，你此番既然过来，想必是有意合作，不知这酿酒秘方可否愿意出让啊？那我倒是想知道，你们能出什么价作为交换？姑娘可知，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金银交换的，比如未来，比如家族前程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合着就是想空手套白狼呗，不要脸就不要脸，还说得那么好听。但凡你直接上来抢，我都敬你是条汉子。明日午时，让你的主子亲自来。智障玩意儿，浪费他的时间。吕虔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暴躁惊得愣住，不仅不生气，盯着女子消失的背影，眼睛越来越亮。府上的女人竟从没有这一款呢，哼，有意思。他真这般说？一个女人竟敢这般大胆？派人将他绑了，这方子他是不交也得交。大皇子，要不明日属下再劝说一二。此女子性子很是刚烈。你这是看上了？也罢，明日我只要方子，人随你。定安侯府作为他的外祖家，自是一心向他。对于这个帮他经营产业的侯府2公子，这点脸面还是愿意给的。吕虔躬身谢过，脚步带着快意。少年自由少年狂，生死山河听脊梁，看江日月在丈量，今朝为我少年郎，敢问天地。苏锦看着院子里耍着木剑的一大三小，笑着摇了摇头，4双眼睛齐齐望着他。我就来看看，等下出去。今日你们去外祖母家可要乖哦，娘亲办完事就去接你们。 3个小家伙稚地看了他一眼，齐齐点头。女人很是满意的俯下身子，朝着崽崽们小脸挨个亲了一口，可能是亲顺嘴了，起身瞬间在崽他爹脸上也来了一口。明觉懵了，苏锦也有些懵，他要说他不是故意的，有人信吗？3双大眼睛又亮晶晶地盯着爹爹的脸，小脸儿带着些跃跃欲试。这是意外，你们3不准学。 听见没有？这男人只能我来请，再也不行。明觉就这么看着他，满脸的纵容，
还悄悄给几个孩子递了个眼神。3个小家伙避开娘亲的威胁，小短腿哒哒哒向外飞。只准自己亲爹爹，却不许我们亲，娘亲好霸道啊！明觉见他想追上去，赶忙将人拉住。好了，他们都很乖的。今日是有什么事吗？他知道苏锦有自己的产业，并且做得十分惊人。这个女人和他所知的所有人都不一样，自强自信，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依靠他人。他尊重他。今日啊，会去一个蠢货，总要杀只鸡给猴看看才行。昨天那只的主子就挺好的。若是有事，就来寻我。苏锦点了点头，看着他笑得很是开心。他知道男人是在担心他，就算自信能解决，也不想拒绝他的好意。小心！驾车的廖平闻言，瞬间面色警惕地看向四周，一枚利箭直直地向他射来。姑娘！自己一个闪身躲了过去。苏锦歪了歪头，心里有了猜测，看来是昨天那狗东西提前动手的。他转转手腕，跳下了马车，见一群黑衣人手持大刀就要冲上来，咧嘴一笑，来了兴致。一人影骑着马从远处冲了过来，只身挡在他面前，大叫着：姑娘，你快走！苏锦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。系统，你说他这是侮辱谁呢？我看起来很蠢吗？这么狗血的救人剧情，明摆着设计好的呀！这个自称吕钱的男人是哪来的自信，认为他会信？小弱智的心思我们哪里猜得到？可能他这会儿还觉得自己风流倜傥，你已经被他迷住了呢。吕钱挥舞着佩剑，打得专注，一副武艺非凡、势不可挡的样子。一群黑衣愣是没伤到他分毫，配合得很是卖力。苏锦朝着廖平打了个手势，掏出一把瓜子儿，看得起劲儿。还别说，这家伙比戏方的台柱子演的都好。吕钱卖力地打了半天，余光扫了一眼苏锦，见他一副悠闲的模样，对着其中一黑衣人使了个眼色。那人会意，举着刀直直地向着苏锦冲了过来。吕钱焦急大叫道：姑娘小心，快走，我来断后。一个挺身挡在了他的身前。既然这么喜欢演狗东西，我成全你啊！脚步移到他身后，看准黑衣男子的方向，素手猛地一推，吕钱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低着头不敢置信地看向腹部，只见那里赫然插着一把刀。黑衣人也愣住了，一个惊吓，猛地收回了刀。男人又一口血吐了出来，痛得脸色惨白，神色惊恐地捂住伤口，却怎么也捂不住，鲜血顿时流了一地。他面色狰狞，憎恨地回过头寻找那个推他出去挡刀的女人，可这身后早已没了人影。吕钱已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，眼看就快不行的架势，身子一个抽动，晕了过去。说，何人所派？目的是什么？男子头部红肿，显然是被什么砸过的样子。闻言只是抬头看了一眼，咬紧牙关，狠狠地别过头。苏锦刚到将军府，只听陈北清一声呵斥：将人带下去，给我打！若是不说，原地打。这是……陈北清缓了情绪，一一道来。哼，这么头铁呀！他上前一步，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背上。男人被他拍的咚一声，头重重地磕了下去。你偷袭？偷袭？打你就打你，还用得着偷袭？没再多言，转身毫不费力地拖着就往外走去。原本还嚣张不已的男人，犹如破布娃娃般被人抬了回来。陈北清面色有些复杂，厉声道：何人派来？所为何？是大皇子胸虎符，只求给个痛快。男子目光无神，一心求死。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放弃。虎符，老将军都逝去了，要那做甚？心中带着不解，转头望向严氏，却见他面色泛着白，整个人神色恍惚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母亲。严氏见儿女神色担忧，舒了口气，将虎符之事缓缓道来。如今那枚虎符在何处？严氏摇了摇头，他也不知，父亲从未交代过这些，但如今竟有人盯上了他，还是皇家之人。大皇子，又是这个人，得打听打听这个人能不能死，真是哪哪都有他。您觉得
老将军会将虎符置于何处？严氏认真地回忆起与父亲相处的一点一滴，却丝毫无头绪，再次摇了摇头。只要在将军府，总有一日会寻到。三人便一致略过了话题。明元帝看着下方的儿子，怎么近日他这皇儿像是换了个人，一副很是滋润的样子。这是有喜事，近日你来宫里的次数越发少了，你母后也常常念叨乖宝，是出了何事啊？可还因上次明熙之事，我已罚了他，你只管带乖宝来，谁也动不了他。没什么，儿臣近来又刚得了3样宝贝，正是欢喜。哦，是何宝贝能让你如此欣喜？您很快就知道了。明元帝见他这藏不住的骄傲劲儿，心中更是好奇，还是第一次见他有这般多的神态。老父亲有一些欣慰。过些日子便是镇治大寿，父皇还能有几个这样的寿辰？你该知父皇在等什么。明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知他在演戏，却没像往日那般沉默，俯身郑重道：儿臣愿意以此生守护大元江山。明元帝下意识当他还像往日那般拒绝，深叹口气，继续念叨着：父皇老了，你看看你那些个兄弟，哪有一人可担大任？子嗣之事无需担心，只要有乖宝在，这皇家血脉也算是保住了。他话还没说完，猛地反应过来，抬头惊喜道：你这是想通了。好好好，似是怕他反悔，拿出早已备好的圣旨，准备下诏。父皇先不急，在您寿辰当日再宣诏吧。到时他会为父皇备上一份大礼，他要全天下都看见他那4个宝贝。明觉处理完要事也没多留，出了金銮殿，丝毫不耽搁，疾步向着家中赶去。哎呀，接夫郎去喽！他嘴上哼着小调，很是惬意，却在看见宫门口的一幕时，双眼瞬间瞪大，又渐渐眯了起来。厉王殿下安好，小女户部侍郎次女叶瑶。今日他本是借着花卉之名进宫求见皇后娘娘，哪知竟迎面遇上了厉王本尊，这是上天都在帮他，他要好好把握。让开！殿下，可否给小女子些时间？小女一心仰慕殿下，只愿随侍殿下左右，待小郡主如己出。苏锦在远处靠着系统的转播，还听了一场告白。但凡换个人，他都能拿把瓜子瞧个热闹。可这他喵的竟然看上了他男人，这能忍？他一拂袖摆，直直地向着前方冲去。闭嘴！本想让暗卫将人解决，目光却忽然顿住，只见一熟悉的人影急速奔来，停顿瞬间，人已到了眼前。明觉见女人面色不佳，心中一紧，暗中往她身前靠了靠，没敢说话。苏锦见她这么乖，眉眼带着笑，轻声哄道：回马车上等我。明觉抿了抿唇，什么也没问，掠过自己的车架，向远处的马车走去，脚步越走越快。厉王殿下竟听他的，这女子是何人？你放开我！看着我，你看上他，说明你眼光好，但是那是我的男人，你最好记清楚了。若是日后你再敢出现在他面前……叶瑶看着面前的女人，气得面色涨红，但是想到方才厉王对她的态度，她忍了下来。姐姐，厉王殿下日后定不会只有你一人，我愿助姐姐一臂之力。苏锦瞅了瞅这秒变绿茶的女人，已然没了耐心。若日后再纠缠，我定会大耳刮子抽死你，听明白了吗？这个女人敢打他，憎恨地望着居高临下看着他的女人。我这人向来不喜欢被人惦记，可你如今却这般看着我，这是一心求死啊！苏锦站起身，脚步向后退了几步，手一摸索，不知从何处摸出把匕首，朝着趴在地上的女人扬了扬。叶瑶呼吸急促，抖着身子，瞳孔剧烈收缩。这女人竟要杀了我！苏锦手腕一转，随意射了出去，带着寒光的匕首直直地向着叶瑶飞来，恐惧占据了整个身体，眼泪瞬间落了下来。他不想死，他后悔了。叶瑶满心绝望地闭上了双眼，却听耳边咻的一声，身侧断发一点点飘散了下来。
下一次，他阴恻恻地朝着女人脖子比了个手势，转身大笑着离去。叶瑶脸色煞白地怔在原地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离死亡那般近。什么男人都见鬼去吧！他再也不要见到那个女人，她就是魔鬼。